某天，一棵大树拔地而起，21人死亡，世界却在树的操控下迎来和平。世界各国达成共识保护大树，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10年之内，人类文明会因为无法打倒大树而彻底灭亡。早和以即将绝缘魔法使要攻击宇宙的传闻散布出去，各国舰队要作何反应，他们应该有所共识。虽然准备了这么多，结果还是得听天由命。回顾他之前的作为，佐门觉得自己很难逃脱死的报应。早和安慰他自己遭的孽也不少，如果佐门死得惨不忍睹，想必他的结局也不会怎么好。山本那边已经离开日本，就是准备传这个贡品。佐门和润一郎将陪同叶枫和宇村的明天出发，到时候真广和基野也将随行。宇村给自己的女朋友写了封信，如果自己遭遇不测，希望真广能代为转交。结果真广拿过那封信，当场撕了个粉碎。这种时候还立什么 flag？ 如果连宇村都死了，这个世界肯定得完蛋。要生不生怕，就等着活着回来自己说吧，死了就没有意义了。之后真广和基野找到山本，要去加入玉柱破坏小队。由于玉柱周围无法使用所布的魔法，所以他们必须悄悄潜入附近的海域，因此要严格控制人数。山本就直说了，他们会拖后腿。基野表示这次的行动不用管他们，遇到了生命危险也不用来救，就算再危险，他们要想身处事件发生的正中心，而采用的还是真广的计划，把这个负责人带进去是理所当然的吧。拗不过两人的山本只好答应，听到时候他真的会放任他们不管的。倒是叶枫的心情不怎么好，面对玉柱附近的100艘战舰，他们这边只有1艘游艇和7个人，这马怀疑他们真的能成功吗？虽然游艇能使用魔法防御和隐形，但一旦靠近玉柱，魔法也会失效。山本倒是真的很信任真广的计划，正因如此，他们将舰艇引出玉柱的范围外。而且真广作为负责人都亲临现场了，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让他再修正就好。因为行李超重，润一郎只能含泪舍弃自己1大箱的美女杂志，叶枫还得为解职要去现场跟他闹别扭，完全就是一副小女生的样子。而他确实要马上变为普通的女孩子了。如果作战顺利，索布一族所有人将无法使用魔法。几人乘飞机来到决战之地，山本已经来迎接他们了。就是可怜哲马和下村为了被伪装，被强行套上了夏威夷花裤衩，像是被夺走清白的良家妇男。几人来到酒店召开最后的作战会议，舰队位于距离玉柱2公里左右的地方，而他们将坐镇距离舰队方位圈10公里以上的海域。首要任务就是对玉柱周围的调查船下手。宇村用高速移动方式将润一郎、山本以及真广基野带到船上，调查船上没有武装，成员也是非战斗人员，侦防对付绰绰有余。而这个佐门的任务非常艰巨，真广就把原本负责调查船的下村派去当助手。之后真广又把润一郎、基野和宇村叫去开小会。临走之前，基野看见叶枫的表情非常苦恼，于是会议一结束就跑去找叶枫。泳池边，叶枫再向基野告白，他爱上基野，所以不想让基野遇到危险，而基野还在这里谢谢他，这是在愚弄他们。然而叶枫一回头，却见基野一脸难过的握着拳，他以为自己接受了爱花的死亡，但爱花做出的决定却和他没有关联，就像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一样。他知道爱花做出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，但他不想在重要的人做出决定时，自己却身处无关紧要的地方了。他既要目睹伙伴们的战斗。叶枫终于松了口，如果基野遭遇了什么不测，他可不会去救的。叶枫一指基野，看着我吧，看着我的战斗。宇村正在为了几天的战斗狂塞碳水，其实他还是很自卑的。如果绝缘魔法使是其他人，应该就能更简单的达到起始之数了。就算会付出一些额外的牺牲，他们也会采取更可靠的方案。但宇村不是那种会同意那种无视人命战斗的。真广安慰他，大家不也是同意了这个计划吗？在出现大量牺牲者富士山的大战中，佐门和早和一开始的计划也只是为了拯救众生，虽然只是空口大话，但他们也不想造成任何牺牲。而宇村则是有将空话变为现实的能力。宇村之前说他来到这里没有意义，真广觉得他应该来见证这里的一切。就算他现在只是个没有任何力量的胆小鬼，但是在30年内，他一定要成为改变世界的角色，即使没有魔法，也要将这个世界引向正轨。而现在拥有这个资格的人是宇村，他安慰宇村，无论成功与否，无论造成多少牺牲，他都是他的同伴。这样的人生大舞台没有第二次，放开心情就好好享受吧。为了应付绝缘魔法使的到来，现在配置玉柱附近的舰艇已经超过了100艘。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，真广的计划到底是以纸上谈兵收场，还是会成为纸上谈兵的第一步棋呢？战斗正式开始，而这次穿上绝缘魔法使盔甲的人并不是宇村，而是叶枫。在索布魔法还有效的范围内，伪装成绝缘魔法使的叶枫现身，开始朝舰艇发起攻击。而就在这时，穿着武击打扮的宇村站在舰艇甲板上，伸手挥退了叶枫的攻击。如今两人身份互换，按照真广的计划，叶枫假扮成绝缘魔法使后，从能使用魔法的海域使用可视化的方式攻击舰艇。宇村则作为武击挡掉叶枫的攻击，但其实叶枫的魔法在距离舰艇相当远的地方就会被无效化，所以宇村只是假装挡掉而已，这样就能让人认为武击在有意保护玉柱和舰队。随后宇村开口让舰队掩护他，
有了武器的保护，舰队就能毫无顾忌地对叶枫发动攻击。为了让玉柱周围的所有舰队更加容易加入攻击，叶枫需要围着舰队防卫圈飞，目标很小且高速移动。为了追上叶枫，他们一定会上前攻击，只要能将他们引到索普魔法生效的范围，就不足为惧。为了不妨碍导弹的攻击，宇村需要用远距离持续攻击叶枫，做出阻止叶枫靠近舰艇的举动。叶枫也做出畏惧无忌的样子，将飞行位置渐渐拉远玉柱。与此同时，真光9人从海底潜入调查船，控制船员立刻远离玉柱。之后，叶枫趁机将宇村砸入水下。等他再出来时，武器已经换成了折马。宇村立刻从水下赶往玉柱。而就在一切布局完毕，最后的舞台留给宇村时，被绑在甲板上的调查员群里突然伸出一支手枪，随着枪声响，正中基野。好在基野伤的只是手臂，真光也很快控制住了局面。佐门和下村也开始行动起来。宇村一人立于玉柱面前，明明阳光明媚，这里却让人感到无比阴冷。宇村明白，从现在开始就是他一个人的战斗。绝缘魔法在玉柱上轰出一个大洞，没想到因为力量不够，根本没有造成伤害，反而遭到了起始之术的疯狂反扑。起始之术的力量完全支配在这里，那一瞬间，如同第一堆盖子被打开。等外围的战舰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好在他们已经进入了魔法的生效范围，事先布置在舰艇上的魔法生效拦下了起始之术的无差别猛攻。佐门冲进来，让他们立刻撤退。叶枫也随之一变风向，开始保护舰艇。大舰队的拼尽全力减少伤亡，但宇村这边的情况就不容乐观。他几乎被起始之术吊打，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基野总觉得缺少什么关键性的要素。如果是爱花在这里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爱花只喜欢莎士比亚的书，因为那其中蕴含着光芒。人和人的感情重合在一起后所产生的细小光芒，那道光芒中蕴含着幸福、憎恨、罪恶和喜悦。它散发着强烈的光芒，照亮所有的真相。富士山下的绝缘之术突然发出异动，守在这里的军队急忙撤退。索贝德的人站出来撑起防御立场。在烟尘散去之后，在众人惊喊的目光中，巨猿之术化为一把巨大的7支刀升入天空。随后海面卷起漩涡，扛着巨猿之剑的宇村再次燃起希望。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虚伪的乐园，封闭的乐园，断绝这一切的就是绝缘。巨猿之剑爆发出强烈的光芒，以破除一切之势砍向玉柱。玉柱化为光芒消散的瞬间，盘踞在视野上的起始之术如同化为蝴蝶飞散，一切就如同这场虚幻的蝴蝶之梦一样结束了。树消失后不到1个月，世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虽然犯罪率居高不下，但好在没有发生大的骚乱。2种树的同时消失，让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其中有枣核控制混乱的功劳，当然真广的计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枣核还一曾考虑让真广做他的接班人，哲马还成了枣核的司机。叶枫偷偷溜出了村子去找基野，宇村鼓起勇气给女朋友写了信，这下总算有了回复，高高兴兴的去找女朋友复合了。山本有感而发觉得他应该寻找自己的春天。佐门和下村立刻装作什么都没听见。至于喜欢大姐的润一郎则是被无视了。回程的列车上，杰和真广看了爱花给他们留的口信，看来这段视频时他们一定已经达到了起始之术。事后的处理虽然很麻烦，但他相信真广基野一定能帮大家渡过难关，所以他才选择不久后死去。他知道基野和他交往一定费了一番苦心，但是多亏有了基野，他才能过上美好充实的每一天。能有基野这样不怕他的人，愿意接纳他的人陪伴在身边，他真的非常幸福。真广也是一样的，感谢真广把他当做普通的妹妹对待，为他担心，为他着想。如果还是其他和基野偷偷交往的话，他允许真广打基野3拳，他们无需为他的死亡难过。他是绝缘的魔法使，舞台上的演员必须遵从剧本，做到美丽的退场才算完成使命。他希望真广和基野不要为他的死所束缚，一定要愉快的生活下去。2人再次去祭拜了爱花，爱花从始至终都在演绎他人决定的剧本。真广觉得爱花做了不该做的事，错在完全用他人的剧本演绎自己的人生。他在不按照别人的舞台剧演绎故事结局，既不是哈姆雷特，也不是暴风雨，他要用自己的话语勾勒自己决定的结局。为了更好的出发，就让他来清算最后一笔账吧。说着，真广给了基野一拳，基野没什么怨言，反正都已经跟爱花偷偷干了那种事，被打一拳他也乐意。真广一听觉得不妙，那种事到底是什么事？基野很欠揍的回答：恋人之间就算不用话语也能心灵相通。气得真广还想再揍他2拳。之后真广要去在和他黑铁病区救治的女孩子约会，基野也再次遇到了叶枫，2个人终于摆脱了爱花之死的束缚，各自走向新的未来。其实也是结束，故事再次重新开始。菊园的暴风雨完结撒花。